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云飞。米家生态是目前业内设备最多、覆盖最全的。我家里和工作室都铺满了小米的智能家居设备，但最全并不是代表没有啥缺点，反而米家的短板也很明显。在这么多设备的情况下，操控无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于是小米推出了米家的控制密码。 带屏幕的小爱同学，之前的几个家庭屏都是可以升级的。前段时间又推出了小中控，我也搞了，晚点和大家分享，都还行，就是价格有那么一点贵。但如果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不用花钱就可以上米家中控的办法，你们一定是会给3连的吧？来，先看看效果。放首歌来听。 怎么样？感觉效果还可以吧？虽然在一些地方这个界面不是那么兼容，但确确实实是搞定了中控的功能，而且在性能上、配置上都吊打其他的小爱带屏版本。那么是如何做到的呢？接下来我来教大家，记得收藏。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台不用的安卓智能手机，不是小米的也没有关系，我以我的10 Pro 来作为演示。 这个功能也不是什么魔改 APP， 就是米家9.0的自带功能。但正常你安装了米家9.0是不会显示这个中控功能的，因为这是给平板准备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启这个功能呢？自然是需要让软件认为我们的手机是平板，不需要 root， 也没有什么复杂操作，我们直接打开开发者选项，找到屏幕 PPI， 修改到600。我尝试了很多数值，600是比较合适的，其他的过小或者过大。 都是显示不全或者有其他问题，这一步千万不要瞎填数值。如果你的 PPI 写600不合适，可以以50的幅度去修改，千万不能大。现在这里是没有的，对吧？我们把它给移除，好，再次进入，然后再到我的这边，哎，这里就多了一个智能家庭中控。 修改好了之后，我们直接打开米家，你会发现在我的界面会多出一个中控模式的选项，我们直接点击开启就有了米家中控的画面了，还是蛮简单的吧？当你用了就会发现不对劲，它这个横竖屏会来回的横跳，不知道在平板上面是个啥情况，至少在我们的手机上面体验是非常难受。 所以我们需要固定横屏显示。我在库房找到了一款软件，刚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屏幕方向管理器，顾名思义，它的功能就是强制控制我们的屏幕方向。我们选择横屏，就可以解决在米家 APP 里面遇到反复横跳的 bug。但随之而来新的问题，回到桌面，图标排布是乱的，且有一页是不能划过去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下拉状态上重新切换为竖屏就 OK。但我觉得这不太优雅，于是我又找到了一款新软件。 微软桌面简单设置一下，我们的米家中控就完工了。打开音乐。好的。打开哔哩哔哩。好。 在日常的操作上面不会遇到啥 bug 了，而且很流畅。到这一步，我们的米家中控就会完美的替代一个带屏的小爱的部分主要功能，米家中控和小爱正常环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供电和位置了。当然，你可以直接贴在墙上，然后搞一个磁吸的无线充电，这是一个思路。但我觉得这么小一个屏幕，它会更加适合在桌面当一个桌控。于是我使用怪手加手机架。 组合成了这么个小玩意儿，我的鼠标就在这边。想要操作中控的话，直接抬手就可以。说实话，还真挺方便的。建议在家有这么一个小工作台的，可以试一下。中控放置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应该如何设计供电呢？米家9.0设计了新的自动化，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选项：手机电量。当手机电量高于多少，我们可以触发开关断电；低于多少，我们可以触发供电。这是不是就提供了完美的供电解决方案呢？我们只需要额外添加一个智能开关，并且设置好自动化，手机不会没电，同时也不会一直供电损坏电池，美哉！ 如果我们需要中控一直亮屏，可以在开发者选项里面开启充电不断电，如此屏幕最多会以低亮度运行。不过显然这样会比较烧屏，所以不是强需求，没有必要开启。在系统的设置方面，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设置，比如说自动开关机、到时间自动打开米家 APP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以求最符合你自己的生活工作习惯。以上提到的这些 APP， 请务必给全权限，给自启动，锁定后台，这样会更稳定一点。 我会在视频的简介把这3个 APP 的下载链接附上，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玩转米家中控，增色自己的智能生活。一起来看看它的工作场景演示吧。放首歌来听。
在。下一曲，声音调到最大。好的。暂停音乐，打开哔哩哔哩。好。大家好，我是云飞。1年前我向大家介绍过一款当时打开米家。好。今天天气怎么样？常州钟楼现在阴，预计到上午11点转为雪，记得带伞。怎么样？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当然，在实际的体验中肯定会有一些小 bug， 毕竟是强上的米家智能中控。大家有什么好的优化，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声，毕竟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本次的内容是完全不需要 root， 也不需要其他复杂操作就可以搞定的方案。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玩起米家中控。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记得多多支持。我是云飞，最后的最后，记得点赞收藏啊。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